嗨，我是君玲。这集影片要教大家避让的概念。避让可以帮助字体调整长度，目的是为了让结构更紧实，在硬笔教学中非常重要哦。对了，如果今天的教学给你带来了一点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哦。这是一个有关写字教学的频道，欢迎你在这个频道中和我一起学习写字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。我所拍摄的写字教学影片已经来到了第12集了，不知道这其中你收看了几集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收获呢？欢迎你在留言处和我分享。不瞒您说，为了把影片拍摄好，我自己也在每次的分享中得到了好多的成长呢。好，进入主题，那我们就开始避让的说明吧。好，首先要来教大家写我是谁的谁这个字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谁的两个部件单独写字的时候，我们会写成这样子，我们会写成一个言，再加上一个追。那在言的部分呢，我们呢在单独写成一个字的时候，我们会延伸它的主笔，让它看起来有一个聚焦的焦点。好，可是呢，我们在把它组合成字的时候，这个延伸的主笔我们就要做一些调整哦。好，调整什么部分呢？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右边这一边的这一节的主笔把它缩短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想象呢，在右边这边有一道隐形的墙，这道隐形的墙呢，让这边的部件都不延伸过来。好，在这样子的状态下呢，组成呢一个字，这样字体呢才会看起来比较协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写谁这个字。我们先写一个言部，但是呢，言部的这个右侧这边要想象一道隐形的墙，但是左侧仍然就可以延伸笔画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左侧一样延伸笔画，右侧仿佛有道隐形的墙，所以我们走到隐形的墙的前面，我们就让我们的笔画停下来。好，用红色的笔画出隐形的墙，现在我们笔画非常整齐的停在了隐形墙前面了。这就是避让的概念，为了让我们的右侧的笔画能够有充足的延伸的空间，所以我们让这一道隐形的墙扎扎实实的堵在两个部件之间。好 ，OK， 这样子谁就写完了。大家要注意的重点是，你的右侧的笔画被缩短，但是你的左侧的笔画仍然要延伸，去制造一个主笔的概念。再来，我们来说这个谁的右边这个部件追的部分，追的部分有4横的横线，这4横的横线会很像一个放射状的，像太阳的光线般，它会往旁边放射出去，然后在每一个距离间还是维持均间的架构。最后一笔的横画再度拉长，变成了主笔，然后横画在最后一笔封笔的时候，可以往上移一点点，在这边留出一点点的小小的突出，去帮助制造字体的美感。好，这就是谁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下一个字。下一个字呢，我们想教大家写的呢是标。刚刚举了言部在左手边的例子，现在要继续举目部。目部在右手边。好，一般我们写目的时候，我们会写横画，然后再写一个竖画。好，写完了竖画之后，我们会写撇。捺，我们会把捺角长长的延伸，然后这边制造一个微笑曲线，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跟大家说明过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再回去看之前的影片哦。好，那么我们还会再写一个票。这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会延伸它的主笔，好，让它有一个
就是弧度。好，可是呢，你把这个木跟票组合成一个字的时候，可就不能这样写咯。这时候我们要继续在我们的避让观念，也就是把笔画缩短。好，当我这边切下一笔的隐形墙之后，就会发现这里的那就不能够再写成那了，因为写成那的话，它就会去碰到隔壁的部件，所以那不写成那时，写成什么呢？写成点，我们就把它变成是点的结构咯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示范给大家看标。先写一个木，这时候木的横画也稍微缩短，然后往下写一个撇，原本的那变成了点 ，OK， 停在隐形墙的前面。好，那我在幕布在写的时候，我会稍微的偏右侧一点，让它左侧留比较长的长度，右侧留比较短的长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写票。我们避让的概念其实并不难，它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部件如果遇到了其他的笔画，就必须我们的部件遇到其他的部件时，我们就必须在笔画中避开来。隐形墙的概念其实很好用，我们只要想象一堵墙，我们的笔画就不会再往旁边伸展咯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。下一个字呢，我们来教大家写饼，饼干的饼。饼干的饼呢是一个实部，我们在写实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延伸它的撇捺，因为它是一个有撇捺结构的字，通常撇捺就会变成主笔。然后呢，我们会写实，这里写撇，然后这里是顿点。好，那我们旁边还会再加这个部件嘛，对不对？好。OK， 那要把它凑成同一个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在部件上我们就必须减省一下。好，这个那一样换掉了，换成什么呢？好，换成了刚刚说的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再来示范一下饼干的饼给大家看咯。饼干的饼写撇，然后那变成了点，所以你这边只能出现一个点画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继续往下写的时候，所有的笔画都不要超过隐形的墙。好，我把隐形的墙画上去。所以当你这一画在写的时候，你到这边就会停了，因为这边有一道隐形墙出现，所以你的点也会缩在这里面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再把旁边的部件凑过来。在前面几集也有提过哟，当我们的右侧部件字比较多，左侧部件字比较少的时候，记得把左侧部件降低一点哦。好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在写旁边这个部件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把它降低。降低到哪里呢？你可以稍微呢对一下，把它呢降到呢大概是呢跟这个部件一样的位置。好，那上面的部分就是太空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补个点跟撇，然后把横画对齐这边刚刚我们延伸过来的线，这样子呢，你在写笔画的时候有一个依据，会比较好抓位置。横画，然后竖撇，然后呢竖。好，这就是饼干的饼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示范下一个字，继续说明避让的概念。好，我们来说明横画。横画在遇到旁边有部件的时候，也要被截断哦。我来直接示范吧。我来示范这个字呢是龙，龙凤呈祥的龙。龙这个字不好写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先写一个点，然后再写一个横。龙的上方这里的部件是一个立，站立的立。好，我们再写点撇，接下来遇到横画了。好，我先把隐形的墙画上。我们随时呢脑袋里都要有这个观念，才能帮助你自己在写字的时候不让笔画延伸的太过火哦。好，再来我们写横画，记得右侧有隐形的墙，可是左侧可没有哦。左侧我们的横画仍然要延伸到这边停了，然后呢下面是个月，
月如果上面有部件时，我们就要做到一件事，就是把它的撇画改成是竖画，然后横折钩，横。好，我刚刚的意思是，如果月本来是竖撇嘛，可是当上方有部件的时候，我们要改变成什么呢？改变这边竖撇的部分就不要写竖撇了，就直接写成竖，变成是直的月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继续完成龙。接下来我们会写一个竖，然后到这边差不多跟它对齐的地方，我们就来转弯，横折横，然后继续竖曲钩，竖曲钩不要到底。好，等一下再来解释什么叫不要到底。不要到底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右侧让左侧的部件比较低，让右侧的部件比较高，在这边形成一小点的空间。好，让竖曲钩不要落底，然后再来我们写横画，横画。好，横画在写的时候，记得这边要均尖，OK。接着我们再写上方的横画，好 ，OK， 上方横画也是跟下面的横画均尖哦。好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龙咯。所以龙字其实也不难写哦。接着我们来示范下一个字，灯笼的灯。灯笼的灯呢，我们旁边会先写一个火。好，火部在单独成字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写竖撇之后配一个很长的捺角去延伸它的捺，然后呢在旁边写一个登山的登。可是呢，现在呢我们在两个字组合成部件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捺角一样再做一些改变，就是把这个捺角的部分呢，把它呢简短笔画，缩短变成了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灯字该怎么写咯。好，我们在旁边会写火的部分，我们会写这边是竖撇。那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的竖撇呢是先竖再撇，中断过后再转弯，这样子竖撇会站得比较直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捺原本是捺的笔画改成了点。好，那接下来这边会出现一道隐形的墙。好，隐形的墙画上去之后，点画就到隐形墙前面停止，然后我们再写一个登山的登。那这边是我们的右侧部件，右侧部件没有影响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捺画，在登山的登的这个捺画还是要往旁边延伸哦。好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再写一个口部结构。那口部结构记得就要上大下小，然后接着我们再写我们的点画，再配上我们的横画。好，这样大家有看得清楚吗？那刚刚不小心这边画到了一点，好，我们再写一下火部笔画被减省的部分给大家看。好，先写点，再写撇，然后写一个竖撇，之后再写一个缩短的点 ，OK， 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这样子呢，我们部件在组合的时候呢，才会呢组合的呢字体呢，更加的协调哦。其实啊，学习成长过程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不容易哦。只要一天一点点的练习，很快你就会看到自己的成长转变哦。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改变，每天的努力呢，都是在累积自己的能量。请期待自己成长改变的时刻来临哦。我和你一同在这里学习写字，这是一个有关写字教学的频道，欢迎你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今天的教学就是告诉大家，当我们的笔画在拼凑成字体部件在拼凑成字体的时候，必须要被缩短减少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谁，它的横画就被减短了。好，那么标它的幕部的捺就被缩短了。好，丙它这边的撇点成为了点，而且不能超过隐形的线。好，灯
它的火部这边的捺也变成了点了，这个就是避浪的概念。希望今天的教学可以给你带来一点帮助，如果有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赞哦，谢谢你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